4個人偽裝成商品隱藏在超市裡，誰能堅持最後一個被趕出去就能贏到10萬獎金。超市裡人來人往，還配有10幾名工作人員，這樣危險的場地如何偽裝才能藏到最後呢？節目組和店長已經打好了招呼，他們可以提前進入超市踩點並確定躲藏位置。阿偉快速上妝，偽裝成了熱銷商品濕紙巾，閉上眼睛幾乎沒有破绽，只要不用手扒拉，絕對沒人能發現。喬治偽裝成龍蝦藏在了海鮮區的魚缸裡，這個位置雖然難受，但也更容易讓人忽視。小美偽裝成菠蘿藏在了水果區，被周圍的真菠蘿包圍着嚴嚴實實，應該沒有機會被顧客選中吧。老白藏在了裝滿貨物的購物車裡，他不僅可以隨時移動，還能從縫隙中觀察外面的情況。4個人偽裝得非常用心，大膽猜測一下誰能藏到最後呢？工作人員按時來到了超市，他們照常整理貨物準備開門，完全不知情這裡面還藏着4個怪人。這時幾包濕巾不小心掉到了地上，阿偉很擔心不會這麼快就結束了吧。好在工作人員從旁邊走過，完全沒有理會，而保安大叔看到卻沒有袖手旁觀，他走過去將紙巾放回了原處，甚至沒有抬頭看一眼就離開了此地。喬治躲在魚缸裡，很想出去上廁所，偏偏這個時候魚缸漏水了，工作人員看到趕緊想辦法清理污水並聯繫人員維修，沒有人發現魚缸裡面的異常。超市準時開門營業，顧客不間斷的進進出出，他們正常購物不會刻意翻找，即使從面前經過也不會想到商品會是人變的，他們藏的心跳加速。喬治這邊的漏水問題越來越嚴重，工作人員走來走去商議方案。這時一位小哥突然發現了變異的龍蝦，他不確定是什麼東西，喬治忍不住鑽出了水面，成為了第一個被趕出超市的人。他的出现也提醒了所有的工作人员，會不會還有其他人藏在裡面？保安大叔開始翻找可疑的區域，這時一位黃衣服大姐徑直走向了濕紙巾，她停在阿偉的面前仔細觀摩，注意力全在紙巾上，然後拿了一包就離開了。這麼近的距離都沒有發現異常，阿偉同樣感到不可思議。但是來買濕巾的人不斷出現，如果真的賣空就太尷尬了。水果區域的顧客來來往往，小美和老白同樣很擔心。小美的菠蘿頭暫時沒有人翻動，老白作為裝貨物的購物車卻被員工當成了真的，他們將備用箱子壓在上面。老白等到員工離開後，準備換個位置藏身，移動購物車時卻撞到了後面的工作人員。帽子大叔嚇了一大跳，什麼鬼車子自己還會動？他用力又推回了原處。經歷了2次撞擊，老白被顛得暈頭轉向。他掀開箱子查看時，正好被帽子大叔看到，然後被毫不客氣地趕出了超市。這裡面還剩下2位玩家，工作人員再次提高了警惕。保安大叔帶着同伴又一次回到了超市，繼續尋找可疑的商品。如果不是親眼所見，誰會想到哪裡會藏人呢？2位保安毫無頭緒地在超市裡轉了一圈，明明就站在他們面前，卻被偽裝遮住了眼睛。小美看着大叔不敢發出一點聲音，直到確定他走後才鬆了一口氣。阿偉這邊又一次僥倖逃過了一劫，2位保安空手而歸，再次錯過了驚喜。這時2位顧客正在挑選菠蘿，其中一位大叔隨便拿了一顆就走了，而這位大姐挑來挑去始終沒有找到合適的，直到摸到了小美頭上的那一顆，偏軟的手感讓她一度認為是壞掉的，但是看外表又很新鮮。大姐的腦袋就像被暫停了一樣，始終想不通。她喊來工作人員幫助一下，小美的心一下涼到了腳底。阿偉那邊保安大叔再次返了回去，原來他發現了多出來的攝像頭，這個地方肯定不對勁，就是找不到哪裡不一樣。保安大叔在濕巾周圍轉圈，一直沒有離開。阿偉緊張到手腳出汗，大叔疑心地打開濕巾下面的箱子，終於找到了阿偉，非常憤怒地將他趕出了超市。與此同時，小美也被找到了，她比阿偉晚出來幾秒鐘，險勝贏到了比賽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如果是你會選擇偽裝成什麼物品呢？